今天我們來聊一本在矽谷被奉為生存聖經的書，叫做《納瓦爾寶典》。這本書在 Goodreads 網站上有超過7萬人評分，分數高達4.38分。很多創業者、工程師甚至投資人都把這本書當作枕邊書，每隔幾個月就要拿出來翻一次。老頭 Z， 我讀完之後，第一反應是，如果我在30歲時讀到這本書，我大概可以少走10年的彎路。我們每天早上擠捷運、塞車，去辦公室開那些沒有意義的會，累得像條狗一樣。回到家只想躺平。我們每個月看着薪水入賬，心裡一邊計劃着要怎麼省錢，一邊看着房價和通膨嘆氣。你是不是也常常覺得自己已經非常努力了，每天加班到8、9點，周末還在回客戶訊息？為什麼財富自由這4個字看起來還是像下輩子的事兒？很多人會告訴你，你之所以不夠有錢，是因為你不夠努力，或者你意志力不夠強，沒有去進修，沒有去考證照。老頭 Z 想告訴你，這完全是鬼扯。你沒有錢，不是原因在你工作不夠拼命，而是因為你還在用最原始、效率最差的方式在賺錢。你在用你的一天24小時去跟老板换取那份固定的薪水，這是一种线性的工作模式。只要你停下來，你的收入就歸零。你每天的努力只是在幫公司的股東建立他们的資產，而不是在累積你自己的財富。納瓦爾寶典這本書第一部分就在戳破這個努力的粉紅泡泡。作者納瓦爾直接指出，致富是一門可以被學習的技能，它跟運氣無關，跟你的天賦背景也沒那麼大的關係。它是有一套底層邏輯的。如果你還在用時間換錢，你這輩子大概都無法擺脫焦慮。今天這支影片，老頭子也不會跟你講什麼心靈雞湯，也不會教你什麼買股票的發財秘籍。我們就來拆解這位矽谷大佬是怎麼看透財富與幸福的本質，看看他給我們這些普通人指出了哪一條不一樣的路。在開始之前，老頭子還是想提醒一下，如果你的朋友每天都在抱怨工作，卻還是一直在用加班來麻痹自己，把這支影片分享給他，也許能幫他清醒一下。如果你覺得老頭子的分享有點意思，記得訂閱這個頻道，點個讚，這對我們持續產出好內容很有幫助。在我們講怎麼賺錢之前，我們先來看看這本書的作者是何方神聖，他叫納瓦爾·拉維康特。如果你有關注矽谷的新創圈，你一定聽過他。他是 Angelus 的創辦人，也是早期投資了 Uber、Twitter、Notion 還有 Clubhouse 的傳奇創作家。他手裡投資過的新創公司有幾百家，身價早就超過1萬美元。但納瓦爾最酷的地方不是他很有錢，而是他對錢的態度。這本納瓦爾寶典其實不是他自己動筆寫的，而是他的一個粉絲艾瑞克·喬根森花了幾年時間，把他過去10年在 Twitter 上發過的推文、在 Podcast 上的訪談，還有他的部落格文章整理出來的一本智慧合集。納瓦爾本人完全同意這個計劃，而且他做出了一個決定：這本書的電子版在網絡上永遠免費下載，他不需要靠這本書賺1分錢。他說，他的目的就是希望把這些思維方式傳播出去，讓更多人不用再受無謂的苦。納瓦爾在書裡提到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概念，他說，社會上的人都在玩2種遊戲，第一種叫做財富遊戲，第二種叫做地位遊戲。什麼是地位遊戲？地位遊戲是一個零和賽局，比如說在公司裡誰能升到總經理，誰能拿到那個唯一的最佳員工獎，或者是誰在社交場合上看起來更有面子，開的車更高級，住的房子更大。地位遊戲的本質就是我有你沒有，或者我比你高你就得比我低。這是一個需要互相踩踏、互相競爭的遊戲。納瓦爾警告我們，千萬不要去玩地位遊戲，因為在這個遊戲裡，每個人都是別人的敵人，你必須透過貶低別人或者超越別人來獲得滿足感。這種遊戲玩久了，你的心靈會變得非常扭曲和疲憊。更糟糕的是，地位遊戲無法為社會創造任何新價值，它只是在分配現有的資源；而財富遊戲則是一個正和賽局，它的目標是創造新價值。當你發明了一個好用的軟體，或者你寫了一篇對別人有啟發的文章，甚至是你開了一家好吃的麵包店，你都在為社會增加新的東西。你變有錢了，並不代表別人變窮了。相反的，你可能因為提供了價值，讓大家都過得更好。納瓦爾說，真正的財富是當你在睡覺時還能幫你賺錢的資產。它可能是你寫的程式碼，可能是一棟租給別人的房子，也可能是一家運作良好的公司。如果你每天的工作只是為了在地位遊戲裡升官發財，你遲早會被那些辦公室政治給吞沒。老頭自己在職場混了這麼多年，看過太多為了搶經理位子鬥得頭破血流的人，最後就算贏了，每天還是焦慮的要死，晚上得靠吃安眠藥才睡得着。我們追求財富的終極目的是為了獲得自由，而不是為了在別人的評價裡當個成功人士。好，那我們到底要怎麼建立那些在睡覺時也能賺錢的資產？納瓦爾給出了一個非常經典的公式，叫做產品化自我。這個概念由2個部分組成，第一是產品化，第二是自我。我們先來講自我。
自我的意思就是找到你的独特知識。什麼是獨特知識？納瓦爾說，獨特知識是無法被學校或課程培訓出來的能力。如果一項技能是可以被培訓的，那就代表任何人都可以透過學習來取代你。那這項技能的市場價值就會被壓得很低。獨特知識往往跟你的天賦、你的好奇心，還有你的個人經歷密切相關。它是在你小時候你玩得最開心、最不覺得累，但別人都覺得很困難的事情。比如說，有些人天生就對數字特別敏感，看報表像在看故事書。有些人天生就很會講故事，隨便講一件事都能讓人聽得津津有味。老頭 Z 我呢，大概就是對這些書本裡的邏輯底層特別有興趣，喜歡把複雜的觀念拆開來講給別人聽。你必須花時間去自我探尋，找到自己到底在什麼事情上擁有熱情與天賦。當你在做你熱愛的事情時，你是在玩，但在別人眼裡你是在工作。這種狀態下，你才能持續輸出高質量的東西，而且不會覺得疲倦。這就是你的自我，是沒有人可以複製的部分。接着是產品化。你找到了你的獨特知識之後，你必須想辦法把它規模化，讓它變成一個產品。要怎麼做？你需要槓桿。納瓦爾提到了3種槓桿，第一種是人力槓桿，也就是雇人幫你工作，這是最古老的槓桿，但管理起來非常麻煩，你需要面對複雜的人性問題，而且管理成本很高。第二種是資本槓桿，也就是用錢生錢。如果你有大量的資金，你可以把它們投在有前景的項目上，但這對普通人来說門檻很高，因為你一開始根本沒有那麼多錢。第三種是現代社會最厲害也最適合我們普通人的槓桿，納瓦爾稱之為無授權槓桿，也就是程式碼和內容。為什麼叫無授權槓桿？原因在你不需要任何人的許可，你就可以開始寫程式，或者開始拍影片、写文章、做 podcast。這類產品的邊際成本幾乎是0，你寫好一個軟體1個人用跟1萬個人用，你付出的成本幾乎沒有差別。老頭 Z 做這支影片是1個人看還是10萬個人看，我在鏡頭前說話的時間都是一樣的。當你把你的獨特知識結合程式碼或內容，你就成功的產品化了自我。這個產品可以在你睡覺的時候，在網絡的世界裡不停地為你工作，為你提供價值，進而幫你創造源源不絕的收入。這本書的整理者艾瑞克·喬根森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他本身不是納瓦爾，他也沒有納瓦爾那麼多錢，但他利用了自己對納瓦爾思想的理解和热愛，花時間把這些碎片整理成一本系統性的書，並放在網絡上傳播。現在這本書在全球賣了幾十萬本，他不需要每天去敲納瓦爾的門，也不需要去向投資人低頭，他自己就創造了一個屬於他自己的巨大槓桿。在書的後半部分，納瓦爾談到了一個現代人更容易忽略，但其實更重要的話題——幸福。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都在告訴我們一個公式：努力學習，考上好學校，找到好工作，賺很多錢，然後你就會幸福。納瓦爾直接告訴你，這個公式是錯的，因為他把幸福當做了成功的結果。但事實上，幸福和成功是2碼子事兒。如果你不知道怎麼讓自己快樂，即使你賺到了幾億美元，你依然只是一個有錢的痛苦鬼。納瓦爾對幸福的定義非常獨特，他說，幸福不是感覺到多麼興奮或多麼快樂，幸福是內心的平靜。幸福是當你沒有任何缺失感，你覺得當下這一刻已經完美無缺，不需要再去改變任何事情的時候，那種心靈的狀態。而我們現代人為什麼這麼難得到平靜？因為我們的大腦是一台評判機器。我們走在路上會一邊看着別人的衣服，一邊在心裡想那件衣服好土，或者是那台車好帥，我什麼時候才能買得起？我們看到同事被升職，心裡會一邊不是滋味，一邊想着要怎麼在下個專案證明自己。我們的大腦無時無刻不在做比較，在做判斷，在產生新的慾望。納瓦爾說，每一個慾望都是你跟自己簽下的一張直到願望實現前我都拒絕快樂的合約。如果你身上背了幾百個慾望，你就等於給自己判了无期徒刑，你怎麼可能感到平靜？所以幸福不是靠加法得到的，而是靠做減法。你要學會戒除嫉妒，嫉妒是一劑毒藥，你嫉妒別人的財富或外表，但你不可能只挑別人的好處。如果你要成為那個人，你必須連同他的痛苦、他的家庭問題、他的焦慮一起承受。如果你不想跟那個人进行100%的交換，你就没有必要去嫉妒他的一丁點好處。你要學會活在當下。我們大部分的痛苦都來自於對過去的後悔以及對未來的焦慮。但過去已經發生了，未來還沒有來，你唯一能掌控的只有當下這一秒。納瓦爾認為，幸福跟致富一樣，都是一種需要刻意練習的技能。你可以透過每天冥想、去大自然散步、減少使用社交媒體，以及拒絕跟那些充滿負能量的人打交道，來練習讓自己的心安靜下來。老頭子以前總覺得，等我買了第一間房子，我大約就會安心了；等我存到了1000萬，我大約就可以放鬆了。
但事實上，當我真的達到那些目標的時候，我的大腦只興奮了3天，然後立刻就開始尋找下一個目標，開始為下一個數字感到焦慮。這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推石遊戲。如果你不先學會幸福的技能，成功只會變成一場更高級的自我折磨。講到這裡，我們把納瓦爾的財富觀和幸福觀結合在一起看，你會發現他其實是在教我們怎麼玩一場單人遊戲。這個世界上的學校、公司和社會結構都在試圖把我們訓練成一個個標準化的零件。他們給我們設定好升學的路線、工作的職級、生活的標準，讓我們在這個巨大的機器裡日復一日的運轉。他們希望我們聽話、好管理、能預測。但是，如果你只是一顆標準化的螺絲釘，你就只能隨時被其他便宜的螺絲釘給替換掉。你拿着微薄的薪水，在無休止的競爭中，把自己的靈魂和身體都磨損殆盡了。納瓦爾說，你必須跳出這個多人的競技場。你要明白，你的人生是一場單人遊戏。你的对手不是別人，而是昨天的自己。你的目標是找到你自己的熱情，建立你自己的獨特知識，利用你自己的槓桿去創造你覺得有價值的東西。在這個過程裡，你不需要去迎合社會的標準，也不需要去追求別人的掌聲。當你開始玩單人遊戲的時候，你會發現競爭的感覺消失了，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能比你更擅長做你自己。當你不再跟別人比較，你內心的焦慮就會減少，平靜和幸福就會自然地流露出來。老頭自己讀完這本書，最深的感受是，他給了我們一種擺脫盲目競爭的底氣。我們不需要去羨慕那些在地位遊戲裡爬得很高的人，也不需要因為自己沒有走在傳統的成功路線上而感到自卑。只要我們每天都在累積自己的獨特知識，都在嘗試用程式碼或內容去建立自己的資產，同時學會讓自己的內心保持安靜，我們就已經走在最正確的道路上了。這本書《納瓦爾寶典》值得你買一本放在書桌前。當你覺得工作累了，對未來感到迷茫的時候，隨便翻開一頁，讀上2段，它都能像一記耳光一樣，把你從社會的套路裡給抽醒。今天老頭子就跟你分享到這裡。你在生活或工作中，是不是也常常覺得自己只是個隨時會被換掉的零件？你找到了屬於你自己的獨特知識了嗎？歡迎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區寫下你的想法，老頭子會認真看每一條留言。我們下期再見。